前段时间，我的一个粉丝的妈妈找到我说，希望我给她女儿写一封信，因为她马上就高3要毕业了。我大概想了4、5天吧，一个字也没憋出来。主要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给她写这封信，因为我高考考的就很差，并且差到我全家人都不知道我到底考了多少分。反正高考完之后，我也觉得很没有脸见人，我就直接出去工作了。在西餐厅、酒店当服务员，商场当播音员，电话销售，网店客服，再到后来学了韩语，考5级之后做了外贸、信息流、淘宝客。最穷的时候没钱回家，一个人在广州过了2个年。我觉得在广州的那段日子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工资很低，只有2、3千块钱，但是你又面对着花花世界，各种好的东西，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好房子、好车，但是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想创业你也不知道怎么创，也没有创业资金，所以我现在做手工可以365天连轴转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因为之前做过太多辛苦的工作了。我每天一起床至少要回2个小时学员的消息，然后开始做手工，晚上还要做短视频，星期2和星期4要准备星期3跟星期5的直播内容，每天都非常的充实，感觉一眨眼就可以到80岁。这样的工作强度已经持续了3年了。回想起过去10年的工作经验，点点滴滴，我给这位高3学子写了一封肺腑之言。他收到了之后说很受鼓舞，我突然间也豁然开朗了，终于明白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来，今天老沙用低焦给你们做一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摆台。我们家客服是00后嘛，我就问他你看过这部剧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看过《恶作剧之吻》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当时就一整个卡住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正准备要跟他去讨论剧情呢，他居然跟我说没看过。所以00后的童年回忆到底是哪一部剧啊？印象中从3、4岁开始，我就每年都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但每年看每年的感受都不一样。去年我又看了一遍，我感觉这部剧完全是给男人准备的。你看那个许仙啊，软弱无能，动不动搞得鸡哇乱叫的，但是呢，人家老婆长得漂亮，还会赚钱，哎，还爱他，你说这是不是男人的梦想？这就跟女生喜欢看霸道总裁的那种电视剧一样样的，真的嘎嘎上头。在摆放配件的时候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把小青跟白素贞放在了一起，因为我想还原一下当时他们在断桥那里相遇的场景。为此我买了一座桥，还有他们一起坐的小船。雷峰塔这个颜色好奇怪啊，最后我就没放上去。OK，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成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吧。来，今天给你们整一个大概
样吧，我挑战做10个不一样的音响摆台，这是第3个。今天的主角又是西瓜小野，主色调是咖色系的，给它搭配的配件也都是咖色的。这个电视机里感觉会爬出来贞子。除了电视机，照相机也是会闪的。我真的好喜欢这种可以咔嚓咔嚓的小配件。虽然每次视频我都会控制在1-2分钟之内，但是实际上制作的过程呢是要费很多心血的。这个就是我挑配件的过程，每一个都会拿上去摆着看一看合不合适。到脱模的这一步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。这个摆台它好厚啊，你们看它侧面的厚度感觉都有1厘米左右。上面的这辆大车呢，就是蓝牙音响本身了。你们觉得我这款做的怎么样？给我打个分吧。安上小夜灯，然后打开音响，连接蓝牙 ，Music 走起。今天来给你们整个唐僧头，这个名儿不是我起的哈。上次我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们都说像唐僧头，那行吧，那就叫唐僧头吧。介于这个模具非常的梦幻，所以呢，我就做了3个很梦幻的颜色，把它们倒进去。我真的不是卖模具的，你们要是想买我的同款模具呢，可以去评论区找一下答案，我一般写的都有。我是做滴胶成品、奶油胶成品的啊。明天晚上8点钟直播间有现货。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，记得来找我玩。你们知道现在夸张到什么程度吗？就是那些卖模具的小姐姐已经不卖我模具了，直接送给我，因为我这能打广告。我每次发什么，底下都有人问这个在哪儿买，那个在哪儿买。好家伙，我已经成为模具代言人了。怎么样，这唐僧头还不错吧？给你们看一下反馈。我这个血色玫瑰的摆台啊，你们要再说不好看，我真的伺候不了了。黄东的红酒杯它是会动的，旁边这个首饰盒比我的首饰还多。这一款所有的配饰都很贵，笔筒用的是迪奥的手工翻模。谁要是再在这个视频底下给我评论说你自己看看好看吗？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的问题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今天的主人公是泡泡玛特的狮子座。有没有觉得狮子座的朋友都很爱面子，可是真正在他喜欢的人面前又比较卑微？我本人是天蝎座，反正跟狮子座在一起就有一种一山难容二虎的感觉。这只小狮子感觉它有点孤单，弄了一只小熊来陪伴它，然后他们俩一起吃汉堡还有饼干。背后的那杆路灯如果没电了，你可以买新的再插上去，它是会亮的。我是真的想不到有人问我这个杯子是拿来干嘛的，当然是装笔的呀。前方的荷包蛋还有一个手机支架的功能。 OK， 发货。人还是得生孩子呀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跟你们说我不想生小孩儿，但是昨天下午我奶奶失踪了，直到今天才找到她的时候满身都是伤，多处粉碎性骨折，头上全是血。因为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然后我们一家子就跑到医院去了嘛。我在医院里面看到的基本上全都是老人，去给老人办手续或者是照 CT 的时候，一个人根本都忙不过来，更何况是那种没有子女的人要怎么办呀？为什么有养儿防老这个词出现？我觉得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。如果你们听到这里还在摇头的话，你去医院里面看一看，感受一下。作为一个90后的独生子，那种压力真的扑面而来，很难想象以后我的父母都变成这样子了，我一个人要怎么去应付这个局面。不要跟我说什么靠朋友靠亲戚，到时候人家都有自己的子女，有自己的外孙要带，还有自己的老人要养，哪管得了你呀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结婚生子可能就是最保全的一条路了吧。曾经20岁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这些，但是现在30岁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当当，今天来做一个睡美人滴胶摆台。拿到这个娃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崩溃的，因为它太低了。然后客户要求的是要放收纳罐，那收纳罐那么高，它这么低，到时候视觉效果就很差。我想了好几个方案，其中有一个是在滴胶摆台上面挤奶油胶，然后再把那个娃给趴上去。客户大手一挥说随便你整，反正好看就行。那还说啥呀？把咱们真正的实力给掏出来呗。先整2个大花包子，再整一堆小花包子，这些全都是蓝白晕染出来的。
根据娃身上的颜色做就不可能丑。然后为了填补它背后视觉的空缺，我做了几个大叶子。怎么样，这一组装像那么回事了吧？烟雨如江南，山水如墨然，宛若丹青未干，提笔燃点渔船，新愁临秀川，